嗨，你们好，不知道如果播了我是否能听到？因为我可能去跨年了，真行啊！把信留给我，把快乐留给自己。我生活在一个2线城市，一切都很好。我学习一般，高考模拟的时候因为成绩不理想，差点报个专科，结果发挥还行吧，上了个3本。后来考试意外的顺利，考上大学后又去读个研，意外落榜后又调剂到另一个专业，结果调剂的专业发展的很好，又继续深造。我不到30岁就顺利毕业了，虽然其中过程很艰难。原谅我读了这么多年书，却一点无心学术，也一点不自信，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，没有继续学术，而是去了家企业。我发现工作并不如我想的那样，随后我就离职了。再后来，我的婚姻就出了问题，然后我就分手了。从这以后，我暂停了我所有的人生进程，开始审视自己。我总是对自己说，别为难当时的自己，你站在雾里看不清也正常。对，就是当时我就是站在雾里。当时在家没事抠着手机研究那个转盘抽奖，我就是站在雾里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婚姻其实也源于我母亲的耳濡目染，不断付出牺牲自己。不过我也没办法和我可爱的母亲讲，因为工业革命导致的女性地位的歧视和后期的崛起，可以讲吧？这应该听得懂吧？在这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女人是必须依赖别人的，要按照年龄做事情。可是我忘了，我有着完全独立的思维，并且有能力解决生活中的事情。那么我并不是想要一个轻松、不需要付出努力的工作，而是想要一个让别人看似我有人依赖，然后不需要付出许多，又过得很顺、很美好的人生。终究我还是活在了别人的眼光里。我开始重新一点点拼凑自己。我用之前工作攒下的钱和父母资助一部分买了房子，我开始了我的生活。现在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，望着窗外的街景，喝着酒，写下这些。从那开始，我合理利用我的时间学习英语、做饭和培养一些生活技能。这段时间对生活技能的学习，让我意识到，我连这都能学会，我怎么可能控制不好人生的方向呢？我不求不劳而获，只求付出就有回报。我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懂英文电影了，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日常交流。这就是我给自己 gap 这段时间交的答卷。我从未放弃过自己，不断的进步。虽然这段时间学了很多东西，很累，但是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。我再也不会后悔当时的选择，就因为读了很多书，磨练了自己的毅力，才会今后的生活中做什么都这么坚持。2025也希望大家能从我的故事中得到一点想法，就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。爱自己是女生要终生学习的课题，并且要永远学习。今天的来信都很温暖，这个过年的这个信都是比较开心温暖的回顾，特别好，特别适合跨年这天，是不是？啊，6月份的投稿有后续。32岁辞职打鼓的女生哦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个鼓手小贺要去打鼓，这个得很老的小卖部的老客户才知道这个朋友吧？我给你们前情提要一下，当时在大2的时候学个架子鼓，然后坚持，后来又做工作什么外贸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练鼓的时间很少。然后2月辞职以后想试一下，看能不能专门去打鼓。4月份找了一个架子鼓兼职试水，但是挣的也不多，很开心。目前焦虑就是这个32了，没有像样的职业发展，该怎么办？想听听我的建议。当时是这个鼓手小贺，现在来后续了，把蛋总的鬼点子实践了一下。哦，对，我教他拍那个短视频什么的来着。我来投稿后续是蛋总直播送了我的第一批天使轮粉丝，对，我要让大家关注他。也谢谢小卖部的朋友们的支持和给我提的建议。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朋友，还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学鼓啊，嘿嘿，哈，非常好。大家在你我本无缘，网络一线牵，是吧？相聚在空间。蛋总，您说的边打鼓边吐槽的视频我做了，效果比我想象中的好，很感谢这个鬼点子。哦，对，我好像是让他边打鼓边吐槽工作的，我都忘了。但是在做的过程中，我也感受到了难度和压力，仿佛自己变成了脱口秀演员，突然要写文本，深刻体会到了写东西不容易，也要突破自己不敢面对镜头说话的恐惧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恳请你提点建议。我已经在看你写的工作手册了，这没什么建议，就多练就行了。然后和你们分享一个最开心的小片段。前些日子教一个8岁的小女孩打鼓，是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？你要跳舞吗？速度挺快，那是挺快啊，跳跟不上。小孩咣咣练了一段时间，终于把最难的部分从一团浆糊打得颗粒分明了。小朋友并不知道我被他的专注所触动，他带来了喜欢的玩具和安静的书，等着下课以后和我分享。他是我的第一个架子鼓学生，我很开心他对我敞开心扉，建立信任。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？我就是那个6月份，我记得我存活下来了。我就是6月份给你来过信的32岁辞职打鼓的女生。在今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过很多总结今年的版本，我以为是充满鸡血，要证明
拼命证明自己的，要反击那些听过的爱好不能当饭吃，打鼓有啥用的恶评。然而并不是，泼来的冷水并没有烧开后泼回去的必要，给自己泡泡茶就挺好。说的很好，你这不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吗？这说的很好。自由职业的这一年，每天都是工作日，却很少感到疲惫。练鼓、上课、录视频、演出是享受音乐和打鼓的一年。在慢慢踏实起来的日子里，我也对自己更加的坦诚。我承认以前的我不够勇敢，不够自信，害怕自己没天赋，害怕失败。但是都没有关系，我可以直面自己内心的胆怯和渴望的部分了。我愿意去尝试接近理想中的自己。不过我没有把你没能把你出主意打鼓吐槽的视频一直做成。我尝试过，实在是不太擅长。但我也似乎也能接受别人对我失望了。我不再为了别人的好评而忽略自己的感受。今年经历过倒霉人倒霉事，在小卖部来信的相似经历里被开导和安慰，从受害者心态变成了幸存者心态。灾后重建的这一年，我做的还不错。我开心的都是些什么呢？是细嚼慢咽享用完自己做的一日三餐，是健身瘦了15斤，心平气和和家里人沟通电话，相依为命的小狗把小脑袋靠着我呼呼大睡，是追究感到有一丝负疚感的沉浸，又对冲般的啃了几部文学著作后的心理平衡，是偶尔和志同道合的新老朋友分享一壶酒，也是大多数时候宅在家里的平静。假如我幻想中彩票以后的生活，大体上我还是会做这些事情，那是否可以说明我现在其实就是富有的？对，非常好，2024挺好的，我会怀念它。对于新的一年，我希望能够坚守住这样的生活，在这个基础上去创造更多。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，越来越好。恭喜你啊，鼓手小贺，非常好，说的太好了。这文笔不错呀，对吧？假如我幻想中彩票以后的生活，大体上还是做这些事情，那是否可以说明我现在其实是富有的？对呀，太好了！我们这直播你真没白看，很多人都没听明白，就你听明白了。是这样的，幸福不在未来，幸福就在现在。你现在转变想法，你现在就幸福了，对吧？你老觉得你自己要中一个彩票才幸福，不会的，中个彩票还想再中一张。你要觉得中彩票才能幸福的人，就是得一直中彩票，他才会幸福。大我24，我今年谈了第一段恋爱，我和他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的，我们聊了几个月，他跟我表白了。刚开始我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但是表白那天他太紧张了，一直坐立不安，好几次开口都没说出来，我就有点毛病了。看到他这样，我又不忍心拒绝他，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真的很开心啊，但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幸福，也喜欢上了他。我以为我们能在一起很久的，可是4、5个月之后，他就开始不回消息，冷暴力，不愿意见面了。这样僵持了1个月，他说不爱了，要分手。我给他打电话，跑去他家挽留他，但是他说就是不爱了，没办法在一起。我真的好难过，我想不明白怎么就不爱了。我问他是不是有别人了，他发誓说他没有。我相信他，所以我更不明白了。我每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我开始内耗。过了1个月，我实在放不下他，找理由给他发消息，他回复了。我们聊了几天，他暗示我，希望能不能在不复合的情况下跟我吃点牛脆脆。我拒绝了。第2天，他直接把我全网拉黑了，我慌了，我崩溃了，我想尽办法联系他，表示愿意只吃牛脆脆不复合。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一段不健康的关系。每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对我都很温柔，我甚至都要以为他对我还有感情了。但是不见面的时候，聊天依然很冷淡。他又在提醒我，其实他不喜欢我了。有一天，我发现他的社交软件头像换了一个跟之前截然不同的风格，我心里有不好的预感。我问他是不是谈恋爱了，他告诉我正在接触中，并且要结束和我的关系了。我祈求再跟我见最后一面，他拒绝了。天塌了呀！但我想象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的画面，心就痛。但是我还是控制着自己，没有去联系他，因为我也知道必须要做正确的选择了。这段时间很痛苦，想他，吃不下饭，也找不到任何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，觉得干什么都没有意义，行尸走肉。但是转机到了，但太好了，你再没有转机，我真念不下去了，我开始头疼了。在一天我看你直播的时候，你说为什么要让自己吃这个苦呢？我突然就醒悟了，对呀，我为什么非要和他在一起啊？为什么非要吃这个苦？我点开我的朋友圈，我的天哪，蛋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我和他断了之后，我完全可以找一个帅的呀，这样我就不用提醒自己看重的是人家的性格，而不是外貌了呀。我开始期待每一天，培养新的爱好，做之前没做过的事情。我依然向往爱情，非常期待。我之前恨他为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，但是现在我一点都不怪他。偶尔想起在一起的时光，我依然觉得很幸福，但我不会再去纠结结果。那些幸福的时光拥有过就够了，我以后还会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快乐的。太好了，你看我这对不对？我这2024年我又积攒功德一桩啊，我又就莫名其妙我又做一个好人好事，拯救一个
啊，小朋友挺好的，找个帅的，对不对？找个帅的去，特别支持你找个帅的。和小卖部一起跨年，我只要许3个愿望：第一，我要快乐；第二，我要找一个工作；第三，我是能和李诞成为同事，希望我可以梦想成真。想要梦想成真，出门左拐，去找杨天真，好吧，试试看，找我没用。蛋总你好，我新年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，希望今年老板可以把年终奖发一发，这个客户能把尾款结一结。感觉公司现在做的都是慈善，一个尾款都没结过。但工薪阶级收入一般吧，有点存款，但我想换辆奔驰。家人说车买了贬值，有开的就行，又说现在不是买车的时候，不让我买。然后养2个孩子，自己也有点下不了决心，总想着是不是应该听家人劝，然后把存款养孩子。蛋总给点建议吧，我真的好想开奔驰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但是我的工作注定就没有办法多赚，老公也就那样，指望不上。奔驰你租一个嘛，对，你租一个奔驰，你开试试，你感受一下，开1周可能就腻了。该堵车不还是堵车吗？奔驰多啥呀？它也飞不起来。你不会是奔驰的市场部吧？啊，这个朋友，我拿你当朋友，你给我搁这完成业绩来了。你不会是在某一年这个奔驰市场部的一个会上突然一拍桌子说第4季度没有预算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就不要公司1分预算，我就用短短的不到100个字，我就能把咱们的这个车品牌，我就能给在一个流量曝光还不错的直播间，我就做一次植入，不会跟公司夸下这样的海口了吧？啊，不会是拿我换年终奖的吧？啊，这奔驰多点啥呀？你这让美团听了怎么想？这人家这美团这美团是正经投个钱的，然后让你们说人家是老黄灯，这奔驰1分钱不花就来植入来了，不行啊，这不得不再给美团一点画面了，这人家真是给了钱的，感谢美团。2024最令我感到快乐的事情是，今年我顺利通过了 CPA 综合阶段考试，什么玩意儿？CPA 考试是什么 ？CPA 综合阶段考试是什么东西？榜友们，注册会计师，哦，厉害哇，感觉。看你们的这个激动的样子，感觉是很厉害的一个成就，恭喜恭喜！我顺利拿个证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但是通过考试之后，又感到了一丝丝的空虚，特别像经历完高考之后，不知何去何从，不知道后续在学习方面的努力方向，想继续在业务上提升自己，但回想学习的痛苦又难下决心，经常出现间歇性努力、阶段性躺平。2025年希望健康。家人朋友健康是最重要的，特别是我的小宝贝。当妈之后，感觉无法承受孩子经历任何风险和意外，同时在工作、家庭、育儿之余，希望能慢慢找回这几年快要被弄丢的爱好，还一部分自己给自己。好的，祝你一切顺利啊！这都考到了，这个应该已经很厉害了吧？后面应该会比较顺利的，恭喜恭喜！对啊，这工作之余还有孩子，还考过。2024年这一年，我在伦敦读研，是我过去4年里幸福感最强的一年。本科的3年是我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的小镇读的，我们都笑说在小村庄读书，那是一个傍晚能闻到老家烧柴火味的城镇。这跟我听说的曼彻斯特可不太一样啊。说一般是能看到平房的烟囱升起炊烟，然后慢慢飘散的城市。我在这里平淡的度过了我的2年本科生活啊。紧接着，2023年9月到2024年9月，我来到伦敦读研，只有短短的1年，我想着熬一熬就过去了。毕竟1年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太难了，与其找一个吃饭逛街的搭子，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舒服呢。但是我真的遇到了一个非常能玩到一起的女生，我们是同专业的同学，细聊之后发现我们住在一个公寓，于是每天一起坐公交，一起逃课，出去逛街，一起看剧，看芭蕾舞。伦敦真好。啊，能看的太多了，比如我最喜欢的《千与千寻》，我们也一起过每一个节日。圣诞节去德国逛圣诞集市看新天鹅堡，跨年在人挤人的伦敦眼看盛世烟花。今天是不是又去伦敦了，演了，又演起来了？这会儿不会在我小卖部看吧？这又给我留下一封信，把快乐又留给自己了。然后接着一起去挪威追极光，凌晨3点出海看鲸鱼。我的天哪，又把信留给我，又把鲸鱼留给自己了吧？姐妹儿，此刻的你肯定不在我们这儿吧？你去哪儿了？你回来啊！快回来！你干嘛去了？那边现在几点啊？你干嘛呢？这会儿春天我们在 Reading Week 1周的假期跑去马耳他躺平，出海看蓝洞，然后 City Walk 逛老城，晚上在海景房里听着海浪声和下雨声赶作业。我的天哪！梁朝伟是你吗？梁朝伟，这个生活是一个研究生的生活吗？是你吧，朝伟？伟仔是你吧？真的吗？还有啊，后面我们还趁着周末去比利时看撒尿小男孩，看马拉之死，吃草莓华夫饼。夏天
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看庞贝古城，去索伦托看漫山的柠檬树，去那不勒斯吃披萨。就这一年读研，你什么时候读的书啊，姐妹儿？朝伟是你吧？啊，这一年研究生哪有时间读书啊？太忙了，比导游都忙。我的天哪，你这行程，欧洲一年游啊，惊了呀！这什么呀？我要嫉妒啊！后面还有呢，朋友们。考完试，我们去德国去看我心心念念的科隆大教堂，吃到了喜欢的碱水节。我的天哪，我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，知识盲区了。德国有一种吃的叫碱水节，是什么呀？什么玩意儿？传统的德国面包。哦。AI 给我图了，就打成一个面包，就面包打成一个结的面包啊。9月初回国前的最后一趟旅程，我们又去了意大利，去了米兰和北部的多洛米蒂山区，看惯了地中海，跑来山里玩。你比梁朝伟都忙啊！我的天哪，你就只差一个喂鸽子，你什么都干了。这欧洲啊，深度游啊，欧洲一年深度游。你这是读研吗？回北京之后，我开始申博和投简历找工作，开始不断被亲戚盘问接下来的计划。申博和工作面试没有那么顺利，开始在家里躺着，和陷入自我怀疑，觉得自己浪费时间。你玩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浪费时间呢？操，回北京往家里床上一躺说，浪费时间。你科隆大教堂，你吃碱水节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浪费时间呢？啊，你这个索伦托看漫山柠檬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浪费时间呢？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，一事无成。那不是，你这去欧洲，你绝对是个好导游。还好爸爸妈妈不催我找工作，给我时间。回来之后，我总是怀念在英国的时光。你没有几天在英国，姐妹儿，你还怀念上在英国的时光啊？你一共在英国待了多长时间啊？我看你没怎么在英国待啊，你还怀念上英国？你是不是就是英国没待够啊？你怀念上英国了？怀念在英国的时光，实在是过得太顺了，玩得太好了。这是啊，遇到喜欢的朋友，成绩也还不错。PS 劝大家本科毕业可以考虑 gap 1年，不然像我这样研究生毕业之后家里躺的人，只能叫找不到工作待业人员了，哈哈哈！就写这么多吧，希望我25年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，和喜欢的朋友多多出去玩吧。你还没玩够，我真的玩心好重啊！是啊，还要玩。不论如何，2024年是我最自由的22岁。这个全世界这几十亿人口，22岁能过成这样的，我估计你应该是前1%，肯定是了啊！你这个22岁不光是跟自己比，横向比你也是相当的自由啊！我总在回忆这一年，也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心自由。好的，想自由成你这样是费点劲啊，但是羡慕吧，挺好，没啥好焦虑的，好好玩吧，接着玩吧，才22，可以吧？太有意思了，太幸福了！咱们再来一个幸福的啊！今天都是分享幸福。但你好，你伴随了我整个青春。今天我也鼓足勇气来说我的小确幸。我和我老公是相亲认识的，长辈说要给我介绍对象的时候，我有点想拒绝，但听到对方的大学是我当初理想的学校，我心动了。没错，我就是纯的学历崇拜。长辈反复强调对方很内向，沉默寡言，比较闷，我一整个无所畏惧，先见面再说。结果完全就是我的理想型了。身高183，体重150斤，够瘦了，比我都瘦。我这183、160就够瘦了。体态端正，我感觉那大长腿都快到我嘎吱窝了，还有那修长的手指，哎呦喂，我都快流口水了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们谈了4-5个小时，我心想，小样，这么内向的人聊成这样，肯定是被我吸引住了吧？结果回家以后没信了。到第3天我绷不住了，我主动发去了信息，在干嘛？然后约饭。我确实陪伴了你整个青春啊！之后我假装早晨上班起不来床，我让他叫我，借机聊天；假装晚上加班下班回家出地铁路上害怕，我让他打电话陪我到家。我绕着小区走3圈，我就说我没到家，我一直跟他聊。大家可以学一学。一系列操作之后，我们顺利在一起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初所说的内向，不过是在长辈面前没有话题的沉默是金。我引以为傲的一系列小伎俩，也一开始就被他识破了。他可是思维缜密、逻辑清晰的 Top 985呀！看出来你学历崇拜了。只不过在配合我的表演，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。现在我们结婚生子，每天过着充实且温馨的生活，他也成了可爱的大胖。毕竟不能留那么标致的身材在外了。希望日子可以一直温馨幸福，也祝蛋蛋和小卖铺的姐妹们生活美满，工作顺利。好的，感谢啊，特别好啊，非常好，确实很幸福。咱们平时就净读那种人文惨剧的那种来信，咱们年终的时候读一读，是有幸福的家庭的，是吧？挺好的。但是这可以接一接啊，是挺好的。招数也可以接一接。
咱们再看看这个告白的吧，今天还有好多告白的，用告白我的喵喵，我好爱你，我的宝贝。是猫吗？喵喵是你的猫是吗？从怀孕的第一天起，你好像从未折腾过我，是你这个胎儿啊，还是猫儿啊？我没有过孕吐、水肿，没有那种无法忍受的疼痛，也没有焦虑、抑郁，还是因为欢乐冲走所有的忧伤，让我忘记了痛。你就像小天使突然来到了我的身边，你那么小，那么柔软。忽然间，12年过去了，你已亭亭玉立，我们各自成长，忙于自己的学习工作。我总是希望这孩子，我总是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，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使用妈妈的权利。在此感谢你的宽容，我会继续反思改正。墨尔本刘能，谢谢。你从未抱怨过我无法提供给你优渥的物质条件，虽然你非常臭美，但你从不攀比。我经常说，我如此幸运成为你的妈妈，和你聊天让我感受到你的成长，你重视友情，珍惜朋友，你处理矛盾的过程让我看到理性独立的你。12岁怎么会这么成熟？对你，我的宝贝，没有要求，只有支持，因为你的人生需要你自己努力创造、感受。我能做的就是放手、相信、支持。因为你，我成为了世上最幸运的妈妈。非常好，恭喜你，喵喵。小姑娘叫喵喵，喵喵，听到了吗？啊，喵喵，接妈妈。好，我的高中是我的一道伤心岭，那里存放着一个刚刚苏醒的心灵，初次碰见这个世界最细腻的感受。在那里，我爱上了文学，在那里，我喜欢了一个人。这第一段写的不错，引人入胜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文开头啊。默默的喜欢，然后有天奇迹般的出现了回响，初次苏醒的心灵还不够茁壮，颤抖着一半喜悦和一半恐惧。接着是自卑、忧愁、焦虑、悲哀，无可奈何。我几乎在遇见爱的时候，就时刻准备着告别，时刻复杂的伤心，有时甚至爱上了这种复杂的虚构，忘记了真实存在。这就是一段感情，没有关系。想来大概也给他造成了很多疑惑吧。文学可以伴我一生，后来我却不得不告别那个人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啊！要知道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可是，一切都过去之后，缘分尽头，不想最大。繁花也看了，喜欢王家卫，这是个遗憾的人生的开头。但是作为人生开头，一般也都不得不遗憾吧，让我沉沦，也让我尽情。现在的我很开心，感觉拥有这么一段独特的体验也好爽快。最后给姐妹们分享一句歌词：烟火里有邂逅，告别里有自由。愿我这一生常与我自己伴游。没听过？行，姐妹儿可以。王家卫少看啊，王家卫这个看看得了，别天天看。我们就又要进入品牌来信环节了，大家现在可以点个关注。我们就读完这个品牌来信以后呢，大家就在下面就随意就说啊，好巧妙，都听不出来是广告，就随意给他点面子。虽然写的很生硬，咱们就给他点面子，让他开心开心。客户也要过年嘛。我来念一下啊，蛋总，我来分享我2024年最开心的事情。我是20级的大学生，今年刚刚毕业。你们写信不会是让实习生写的吧？美团，其实我今年也经历了一段很丧的时间，论文、租房、找工作、搬家。对呀，还得帮老板写信。刚入职实习第一份工作，说写一封信，要真情实感，带入自己的生活，最后还是植入广告，是吗？这位实习生朋友，全都堆在一起了，感觉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，整个人非常累。对呀，这么累还要给客户帮忙还要写信。好在我现在也逐渐适应了毕业后的生活，特别是自己独立生活，一个人租了一个小一居室，还收养了一只小胖橘，有稳定的工资，虽然不多，感觉就是他们公司的，感觉就是美团的。趁着这个写信抱怨上了，有稳定的工资虽然不多，但是也不用每个月再问爸妈要钱了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。周末的时候就约着大学的舍友一起去逛公园啥的，就感觉挺满足，挺幸福的。而且还有个特别深的感触，以前上学的时候总不理解我爸我妈，总觉得他们买东西总是货比三家，特别磨叽，还砍价。那会儿我站在他们旁边都觉得丢人，但是自己工作以后呢，才明白挣钱不容易，想买的又那么多，钱真是不禁花。现在我也变成了爸妈的样子，点外卖之前必在美团上先领神券，开个会员也要在不同平台上比价，看在哪里开便宜。好像就在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的这一年，仿佛一下长大了，真正理解了爸妈，理解了生活。希望明年会更好，能攒钱给爸妈换一个新手机。我觉得这是真的，这应该就是他们这个美团，虽然这个是客户的来信，但应该就是找了一个，你们觉得像不像？就是一个新入职的朋友真情实感写的。除了这句点外卖之前必在美团上先领神券略显生硬以外，感觉挺真实的。券友是吧？又来一个券友，刚刚那一封植入是券友。你的券友还挺巧妙的，最后大家都会成为券友的。不问这个朋友啊，你是刚刚
毕业工作，你觉得说啊，现在要那个说抢券啊，要讲究性价比，不会的，我已经36了，以后也这样，一直都这样，就是一生券友，一生券友啊，一直就会是券友啊。每次刚刚跟大家说了，那个券领到了呢，便宜个差不多小10块，差不多吧，大家都比较有经验啊。你就别光自己抢吧，这个券你可以教教爸爸妈妈，我爸我妈。不过他们在内蒙用美团的机会不多，就是其实要是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们还是可以教一下。这个学省钱，老年人省钱就是老年人他能省到钱，比真的省了钱省了多少钱要开心，这能理解吧？大家这还真是，你们可以教一教你们自己那个爸爸妈妈怎么领这些券儿，就他有这种省钱的感觉。他就高兴，你别管他真的省了多少，他就是高兴，是这样。这个过年回家可以教教爸爸妈妈这个怎么抢券啊，怎么用券啊这些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是我这哥们儿这么早就喝多了吗？这不刚11点吗？给我发来一张酒的照片，然后说新年快乐，醉得太早了吧？你好，蛋哥，我是木然，是个孕妈，我来分享我的故事。我是一个94年天蝎座的孕妈，这段婚姻应该是我的第2段婚姻。姐们儿，这应该是这么用的吗？这是不是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？这段婚姻是第2段婚姻啊，姐们儿。第1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，不到半年，因为他爸妈觉得我比较强势，再加上那段时间我抑郁了，所以那段婚姻没有维持太久。第2段婚姻是去年认识了我家木宝，这名字就都念出来了，那我都念了，你让念肯定是挺幸福的。从相处到结婚怀孕不到1年，我很感谢能在我生命中遇到他，并和他孕育出爱的结晶。他陪我走过了一段艰难又黑暗的时光，同时我也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最痛苦的时刻陪伴我。这就是我2024年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。2025年我希望我蛇年的宝宝健康出生。哎，我就属蛇，还可以啊，挺健康的，虽然没有任何关系啊，但给你一点小小的祝福吧，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，祝朋友们新年快乐。蛋总下午好，还有21天就要考研了啊？啥意思啊？这是之前的来信吧？啊，这是新的是这个告白，蛋总，我喜欢的人谈恋爱了，希望他开心，希望我能找到工作，希望找到工作是不是考研失败了呀？姐们儿，你上一封来信说21天就要考研了，这一封说希望找到很好的工作啊，是不是没考上啊？然后喜欢的人还谈恋爱了，说蛋总给我一点快乐的能量吧，我好累啊。是啊，你肯定挺，你这24年过得挺难受吧？25年会好的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，否极泰来，就不会更差了嘛，是吧？蛋总你好，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，11月的时候我顺产一名男孩，无知让我选择了母乳，但是因为孩子出生就需要24小时照灯，导致母乳衔接失败，我每次都得用吸奶器泵出来，这件事非常痛苦，而且我还得了2次乳腺炎，现在是第2次，每次连续发烧3天都在39度以上。39度可以吗？我想说的是蛋总的小卖部陪我度过了每3小时1次痛苦泵奶，你是今天第2个，我真是没有想到啊！我这个小卖部在这个场景出现的频率这么高吗？今天刚开播的时候就有一个说，过去1年很感谢我每次泵奶的时候都看你直播很快乐，又来一个是蛋总的小卖部陪我度过了每3小时1次的痛苦泵奶，不知道这个词语能不能讲。如果不能讲，可以说是母乳。能不能讲？能讲，你都第2个了，能讲，你还挺替我着想，能讲，讲了已经。蹦吧，有啥不能讲的？让我挺过了每天凌晨1点、4点、7点身心痛苦的时光。哎，确实挺痛苦，我的天哪！这么凌晨1点、4点哦，每3小时1次，我的妈呀，当妈真不容易啊！哇，想想都闹心啊，睡不成整觉了。哎呀，我之前在国内买了很多小卖部的吃的，2月回去我要还继续支持你，感谢你的精神支持，也算是一桩善事。后续是已经决定这次乳腺炎好了以后直接回奶，这专业词汇我听不懂啊，这是自己能决定的吗？已经决定这次乳腺炎好了之后直接回奶，这玩意儿是能决定的吗？回奶是啥意思？从怀孕到生育到养育，各种部位的疼痛之旅终于结束了，终于可以再一次当一个无疼无痛的普通人了。可以说蛋总真的陪伴始终，我太荣幸了。就是这个哺乳期，就是说你孩子还有我，咱们仨就是这哺乳期完整的都经历了，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我太荣幸了，可以说是蛋总的陪伴始终，也荣幸，非常荣幸。回国后继续买很多小零食犒劳自己的，感谢，
中年单身独生女的我，今年各方面都有些艰难，其实无外乎就是生老病死、努力活着这些事儿吧。于这个世界微不足道，不值一提。我也知道灵魂终须独行，既然选择了不妥协、不勉强，要自由，就得承担起这一切。我是一个不喜欢给朋友添麻烦、输出负能量的人，但也有孤独无力的时候。但的一些输出让我更坚定和做自己，勇敢地走下去。小卖部的欢声笑语也能洗去我些许的疲惫，带来当下的快乐。另外，一直都很喜欢蛋，真的很开心。2024年看见一个开心健康做自己的蛋，告白信就想写给你，感谢你给予的力量和快乐，愿你一直开心。很开心，中年的我还能喜欢一只电子海报，不管有没有瑕疵，是不是好人吧？这个哈哈哈就很灵性啊，这哈哈哈谢谢吧。电子回奶器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们这个打字不需要负责的吗？你回来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确实不知道，我这一会儿直播结束我得查查这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这什么东西。这弹幕不能再看了，你们自己看吧，不能念了。电子鲫鱼汤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行啊！就你们这种聪明才智啊！这才华，这些打字的朋友们，就你们这种机灵灵动，就这种，希望2025年能用在工作学习中，就你们此时此刻的这种就创作的热情，这种机灵劲儿，咱们腾出个1/3用在工作和学习中，怎么样？2025年估计就都能上一个大台阶。这什么呀？我真不能看，我今儿读信你们。